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有的人財富像滾雪球一樣越攢越多，而有的人卻總在原地踏步，甚至越來越窮？這背後可不只是運氣那麼簡單，其實這跟咱們的財商，也就是金融智慧息息相關。財商就跟智商、情商一樣，是現代人闖蕩社會必不可少的能力。它不光讓你懂得怎麼創造財富，看清財富倍增的門道，更重要的是還能教你如何駕馭手裡的錢，讓它為你工作。很多富人之所以能在投資中讓財富的雪球越滾越大，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兩方面能力過硬。一個人的投資策略是否高明，直接反映的就是他的財商高不高。今天咱們就來聊聊富人是如何用高財商去投資的，而我們中的一些人又是在哪裡輸掉了比賽。首先，富人投資眼光可不只盯着自家門口那點地兒，他們會積極放眼全球，尤其那些海外新興市场，哪怕遠在天邊，只要研究透徹，覺得能帶来好收益，他们就敢大膽出手。這種把不確定變成確定，變成確定，追求更高回報的魄力，是他們財富增長的關鍵。反觀我們中的一些人，一聽到海外就犯怵，覺得風險大，看不清，寧願守着自己熟悉的一畝三分地，結果呢，往往就錯失了那些能讓財富騰飛的絕佳機會。接着，富人可不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，他們深知多樣化的重要性，不光投資看得見摸得着的房產、黃金、原油，也大膽涉足股票、債券、比特幣這類無形資產，甚至新興的區塊鏈衍生品。這樣一來，就算市場有波動，也能通過多元配置來對沖風險，保證整體收益。而我們中的一些人，往往只看到眼前流行的那幾種投資產品，或者只敢投自己熟悉的有形資產，像房產這樣的大額投資，門檻高，流動性差，很多人直接就把退堂鼓了。這種單一的投資方式，讓他們的財富之路走得更窄，也更容易被風險擊垮。再來看看，當你面前同時擺着國有和私有項目，你會怎麼選？富人往往更青睞私有資產，為啥呢？國有項目雖然穩，但流程慢，回報週期長，等到審批層層過，最佳盈利期可能都錯過了。私人企業就不一樣了，這麼效率高，能迅速抓住市場痛點，追求利潤最大化。高風險通常意味着高回報，這種注重時效和盈利的私有項目，自然更能吸引富人。而對於財富積累沒那麼雄厚的人來說，他們通常更看重穩定政府背書的國有項目，雖然收益低點，但至少讓他們覺得踏實，不敢輕易去碰那些高風險高回報的私有領域。富人在投資路上更多的是關注自己的商業藍圖和目標，同行在幹什麼，他們反倒沒那麼在意，他們把精力放在研究市場、降低風險上，這樣能增強信心、堅定風向。但有些人呢，總愛盯着對手，花大量時間琢磨別人，就發現對方做得好，不是想着如何創新打造自己的特色，反而是照貓畫虎去模仿別人，爭搶同樣的客戶群。這樣下去只會陷入惡性競爭，把錢都耗在那些沒啥好收益的地方，到頭來財富反而越來越少。一個好的投資組合就像一艘平穩航行的船，需要定期檢查和調整。富有的投資者會小心翼翼地平衡自己的投資組合，定期審視策略，確保資產多樣性和比例得當，這樣才能避免資金流向錯誤的方向，最終一無所有。但不少人可能壓根就沒這個習慣去定期審視和調整，一來是他們資產多樣性本來就少，二來是金額不大，總覺得調整也沒啥大意義。久而久之，投資組合失衡，財富自然難以增長。別以為富人就不需要儲蓄了，恰恰相反，更大多都有一套完善的儲蓄計劃。這筆錢不僅是為了應對不時之需，更是他們用來創造更多財富的啟動資金。他們深知，就算投資計劃再完美，也需要儲蓄來保駕護航，就像是現金流不穩時的定心丸，能避免負債。所以節儉一點，不要大手大腳，這反而是加速實現財富夢想的捷徑。而不少人要麼沒儲蓄計劃，要麼執行不下去，很多時候是因為收入不高，每個月都難有餘錢。當然也有一些人，哪怕收入微薄，也懂得初期節儉積累，最終攢下了第一桶金。從股票、債券到房產，再到比特幣、狗狗幣，投資方式簡直五花八門。富人永遠在探索新的投資選擇，而且最難見的是，每次出手前他們都會做足功課，多一個選擇就意味着多一個潛在的收入來源。即便已經實現了財富目標，他們也不會停下腳步，只要是理性的新方式，他們都樂於嘗試。相反，有些人很少主動去探索，往往是看到什麼流行就跟風投什麼，或者聽銀行經理一說就照做。他們的眼光更注重短期收益，一達到目標價位就趕緊抽身，結果錯失了長期積累和突破性回報的機會。當富人想要投資某個領域，資金通常不是問題，他們手頭有錢，信用良好，銀行也樂意借貸，所以對他們來說，投資的限制因素少之又少。但對很多人來說，情況就沒那麼樂觀了。缺乏足夠的資產證明，或者之前有不良信用記錄，想從銀行借錢簡直難上加難。這些現實的限制，無疑讓他們的投資之路變得更加坎坷，雪上加霜。你看到的那些億萬富翁，很多並不是一夜暴富，他們都是從一筆筆小投資開始，積少成多，最終才滾成了巨額財富。財富的積累需要時間，再神奇的複利，沒有時間的加持也無從談起。
富人深諳此道，他們就像有耐心的獵手，靜靜等待最佳的收穫時機，而我们中的不少人往往缺乏這種耐心，總想着一夜暴富，急於求成，頻繁操作，情緒化投資，這都是投資大忌。最終結果往往是賠了夫人又折兵，財富越來越遠。除了海外投資和探索新方式，還有一個重頭戲，那就是涉足新興領域。越是新的事物，往往潛力越大，升值空間也越可觀。就像當初的特斯拉，當然，這需要更大的勇氣、更敏銳的洞察力以及強大的信息資源。因為是新領域，公開資料有限，只有富人才能更容易地獲取那些有價值的內部消息，輔助他們的決策。這對很多人來說簡直是奢望，所以大多數人還是更傾向於那些已經被時間反覆驗證過的項目。但這些項目的升值空間往往早就所剩無幾，快要觸及天花板了。富人賺到錢的第一反應是什麼？不是花掉，而是優先再投資，剩下的錢他們才會用來享受生活。正是這種先投資後消費的習慣，讓他們的資產源源不斷地增長。而不少人呢，往往是先還債，再付賬單，各種開銷，然後享受生活。最後如果運氣好，口袋裡還剩下那麼一點點，才想過去投資。可想而知，那點錢又能掀起多大的水花呢？如果能改變這個順序，像富人一樣，先把一部分錢投入增長，你會發現財富積累的速度會快很多，甚至有機會邁入富人行列。富人從來不是為別人打工，他們都是為自己打工，就算他們也朝九晚五，但他們的目的絕不只是拿工資，而是通過這份工作來提升自己，學習新技能，或者積累啟動資金。當你為自己而工作時，你的關注點自然會更多的放在個人成長上，也會主動去安排時間提升投資能力等。而一些人把工作僅僅看作謀生的工具，被動的完成任務，結果就錯過了通過工作來成長的寶貴機會。富人和窮人投資差異的背後，還有一個關鍵因素，那就是資源。富人手裡有更多的錢去投資，有更多的選擇，也更容易獲取到各種有用的信息渠道。也許你會說，這不就是富二代的優勢嗎？其實不然。很多百萬富翁並非生來富貴，資源和渠道是可以搭建和培養的，關鍵在於當機會出現時，你有沒有那份眼光去識別它，有沒有那份野心和決心去抓住它，把它變成自己的財富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心態。如果你總抱着試試看，投中了就賺，不中就認倒霉這種心態去投資，那成功幾率自然大打折扣。不少人沒意識到，這種不認真的投資心態就是導致他們失敗的罪魁禍首。富人呢，他們把投資當成一項重要的事業，他們投入大量時間、金錢和精力去研究，每一次決策都經過反覆評估。所以當他們獲得收益時，那可不是純粹的運氣，而是50%的積累，加上49%的投入，最後才加上那1%的運氣，這才是真正的投資之道。好了，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，富人與我們中的一些人在投資上的巨大差異。你的投資習慣更偏向哪一邊呢？如果發現自己還有提升空間，不妨試着像富人那樣去思考、去行動，相信你也能在不久的將來實現自己的財富目標。